夜里急着回家，我打了辆出租车。开车师傅问我，妹子是做什么工作的呀？我算命的，嘎嘎准。师傅轻笑2声，那给我算算吗？行啊。我扭过头，定定地看了看开车师傅的脸，是大恶之人的面相。妹子能看出什么吗？他目视前方，似乎只是闲聊几句。我愣了愣神，转回头咽了口唾沫。没无形杂乱，师傅脾气似乎不太好。他拍了2下方向盘，乐了，这你说的对，我打小脾气就暴，为着挨不少揍呢。还有吗？没了。我心虚地望向窗外，其实还有，颧骨凸而无肉，是面恶心恶的面相，且脑后见腮，多半干过一些卸磨杀驴的事儿。若是在上车前早早看一眼，我是断不敢上这辆出租车的。可如今已经在贼船上，我自然是不打算激怒他，能相安无事最好。车窗外路灯闪烁，似乎是地上路不平，有个深坑。咚的一声，出租车猛地一个趔趄，后备箱发出沉重的闷响，像是有重物在其中弹跳了一下，撞到箱壁的声音伴随着微弱的呻吟，砰砰砰砰，是心跳的声音。我不自觉地身子倾向车门，瞄着窗外连成片的虚影，掩饰住轻颤的指尖。余光里，司机师傅瞥了我一眼，手上夹了支烟点燃，若有若无地解释一句，后备箱里装了些老家带来的特产。我没回话，不知是不是错觉，空气中慢慢泛滥开一股酸臭味道，像是汗液与烟味以及血腥气混在一起的臭味。这是我第一次觉得2公里的路格外漫长。车内没开冷气，血腥气越来越浓，甚至有一些淅沥沥的水声。司机师傅轻轻操了一声，一双3白眼透过玻璃反光，不断斜睨着我。他没发现我背后全被汗水浸透，还面色如常的开玩笑，我也非给我带支路，送来还没死透，这得流了多少路血呀，浪费了。我怕不说些什么会引起他的疑心，搭话道，我看师傅身子骨不错，不需要那么多路血补。是，身子骨一直挺好。他咬着烟头应了一声。车内又陷入沉默，隧道昏暗，顶部的照明灯一道一道飞速后退，光道停留在他脸上。我透过玻璃，突兀与一双警惕阴冷的瞳孔对上，大片留白让我想起某种冷血动物。他羞得将视线转开。妹子只会看面相吗？我憋住焦急，看着导航上的剩余公里数300米。我会的杂，跟我爷爷都学过一点，像素太糙，有8字能算的细写。200米，8字啊。他重复了一遍，似是在翻找记忆。100米。我悄悄搭上门把，身子微微偏斜，遮住手的动作。隔很远，已经可以望见小区门口以及保安室里亲切的大爷。10米。一阵衣裤摩擦声，粗粝的大手覆盖住我的手掌，生生将我拽了回来。与此同时，车子发出呜地一声，轮胎与地面激烈摩擦，嗖地窜出好远。妹子，你急啥？司机师傅目不斜视，手指搭着方向盘打着节拍。我8字还没告诉你呢。他看着我笑，咧开后唇，露出一口烟字黄牙。说吧。我死了心，身躯一软，瘫在椅背上。什么？你的8字啊？他愣了一下，没想到我这个时候还有心思给他算8字，随口报给我一串数字。我在心里排盘，掐指一算，你幼年坎坷，3岁无父，5岁无母，命中本该有一子，但意外早夭。前面半句还算对，后面就是瞎扯了。他满脸不以为然。我不理他，继续到25岁进去关了2年，刚出来就杀了2个人。司机师傅倏然瞥我，锐利的目光带着审视。你调查我？我低着头，面色凝重的仔仔细细的掐指，足足算了3遍。不对呀，不对呀。他好奇地凑上来，哪里不对？财也是灾，你虽与人合伙，却没打算与他分财。最重要的是，卦象上说7日前你已经死了。我诚实道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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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驾驶位上爆发出大笑，司机师傅笑得抹眼泪。实话跟你说吧，刚刚给你的是我兄弟的8字，你这几下子也就能糊弄同年龄的小姑娘了，算的根本就不准。要是我兄弟死了，昨晚和我睡在一起的又是哪个？再说死了7天，那他不得臭得招苍蝇啊！我无奈摊手，爱信不信吧，我出事以来还没算错过，但也说不准这就是第一次。司机师傅眼珠子一转，开始有些犹疑。僵持之际，放在座位中间的手机嗡嗡震动起来，屏幕亮起，显示联系人为阿晨。司机师傅肉眼可见的放松下来，小神棍差点唬住老子，死人怎么可能打电话吗？他得意接起电话，嘴里念叨着马上就到，随口又问了一句，阿晨啊，你有过孩子吗？答，1岁多溺死了。哦。司机师傅怔愣一瞬，挂了电话，扭头望我，小神棍算的有点东西啊。但是你也听见了。他指指手机，我兄弟活蹦乱跳的，嗓门也亮，哪家死人这么神气？我摇摇头，蹙眉，会说话的就一定是活人吗？你没发现吗？他说话时牙齿碰撞声比常人都多，控制的不是很灵活的样子。我倒是觉得他是死人的概率大了些。司机师傅回想了一下，僵硬道，那又怎么样？指不定是我兄弟在野外冻的。冷的时候牙齿打颤不是很正常吗？
我无奈。大哥，你要是不信我，那我说什么也没用，为什么不给他打个视频看看呢？死人到底是死人，终究能看出与活人不同的。司机师傅没说话，烟在手里半晌没动，忽的方向盘一转，靠边停车。他从后面掏出根绳子，把我左右手绑到一起，又给阿晨打了个视频过去。嘟嘟，对面接通，屏幕亮起。阿晨黝黑带着血色的面庞塞满屏幕，神情自然，动作不僵。老张，搞什么鬼？这么半天还没到，上头那人见不到货不交钱啊？他故意把屏幕往我这边侧，让我看得更清楚。就是刚刚遇见个小神棍，非说你已经死了，笑死人了，哈哈哈！放屁，老子活得好好的，敢诅咒老子，看我整不死他！老张挂了电话，呼出一口气，得意洋洋地踩上油门，浪费老子时间扯皮，真是中了邪了，竟然被神棍唬住了。他把烟吸在我裤子上，来，你再说，死人能脸色红润，表情灵活不？我没回答他的话，盯着裤子被烫出的洞，冷冷地道：他已经死了。你也快了。车子猛地急刹，我双手被束缚，无法保持平衡，身体失控撞上挡板。靠！破神棍，你他妈有完没完？又诅咒到老子头上了！老张怒吼一声，捏碎烟头，挥着拳头往我面部砸来。劲风破空声刺耳，我微微后仰，不避不闪，平静道：你兄弟1周前碰过死尸。老张的拳头在我面前3寸停下，他看我的眼神冰冷，已经不像看活物。妹子，不管你是从哪儿得到的消息，知道太多不是好事。我不慌不忙笑了笑，你停下车，不还是因为有点信我？一行有一行的规矩，你们干了不正当的买卖，却没遵守规矩，礼数没做足。取财不伤木主，且要上3炷香，跪拜8方，你们照做了吗？老张似乎想到什么，面色越来越黑。我挪正身体，用下巴示意老张打开手机，你刚刚不是不小心截了张屏吗？你再仔细看看，他还是活人吗？老张胸膛起伏几下，缓了会儿，还是拿起手机，亮屏幕。相册内，阿晨平平无奇的脸被各个角落逐一放大。他无事发生似的跟我搭话：妹子啊，哥哥我是相信你的，但你可不能把哥们儿当猴耍。这照片看着不是很正常吗？我兄弟丑是丑了点，也不能说他不是活人吧。我有些厌烦。他瞳孔周围有一圈蠕动的毛边，你看不到吗？你说他面色红润，你仔细瞧瞧，那是自然的血色吗？再看他的脖子下方，是不是有成片的白斑？老张随着我的话，粗壮的手指划拉屏幕，反复缩放，指尖越划拉越抖，脸色越划拉越煞白，差点将手机扔了出去。我下了最后定论，你兄弟只剩一张皮了，眼眶内蠕动的乳白色是湿度幼虫，皮下的肌肉是湿度成虫，脖子下方的3块白斑，那是最要命的地方，是湿度的卵。说到这儿，我顿了顿，你看看自己的手臂上，是不是也有很多白色圆点？话音落，老张惊惶地扒开袖子，常年干活的人手臂粗壮，肌肉虬结，稀疏的毛发此时根根竖立，也因为如此，一粒一粒的白色圆点异常醒目。这是湿度的卵。我点头，除非母虫死亡，否则湿度的卵一孵化，你也就是和你兄弟一样的下场。车内空气再次凝滞，老张默不作声，吊起的3白眼充血浑浊，死死盯住我。半晌，滴溜着烟盒下了车。砰的一声，车厢内恢复安静。我有些无聊，小声喊道：后备箱里那位还活着吗？无人之声，隐约间有些微摩擦声。约莫半个钟头，老张钻进车里，身上裹挟着外头的寒气。妹子，我没文化，但我知道你们这些坑蒙拐骗的都会点心理暗示，冲着一张像素低的照片都能说出话来。他把手机伸到我面前，展示搜索界面，老子刚刚特意挂了个号，看见没？医生说这叫特发性滴状色素减退症，别一天天神神叨叨的。我叹了口气，这哪里是没文化，都会线上问诊了。车子重新点火，黑色的车身融入夜色，周边景色越发陌生，转眼已经出了市中心。老张没再试图和我搭话，大约是怕我3两句话又动摇他的唯物主义思想。车子7拐8拐进入山道后，速度慢慢降下来。我知道目的地快到了，与此同时，留给我的机会也不多了。大哥，我主动开枪，他依旧没理我。湿度成虫有个特性，它生性恶水，你兄弟现在是湿度成精，肯定也惧水，你不妨试试他。虽然他没应话，但我知道他听进去了。山路颠簸，又行驶了半小时，车终于在林深处熄火。隔着山雾，我远远望见一道魁梧的身影缓缓走来。随着距离拉近，他胸口的白斑清晰可见。老张喉结滚动，吞口水声格外响亮。他没有立刻下车，黑色的人影一步步逼近，3步，2步，忽的一张脸骤然贴近车玻璃。惨白车灯映照下，那张脸看不出血色，被光线一切为二，半边黑半边白。老张，咔哒，你怎么回事？折腾这么久？咔哒，商家都等急了。他张口说话，寂静环境中的嘎吱声听得瘆人。阿晨站在老张那边，肌肉因为紧压车窗而变形，怎么还不出来？咔哒，老子在外面快冻死了。
这山里可真他妈冷，早知道偷2件棉袄过来，再不下车就显得有些异常了。老张解开车锁，人没动，他替我打开车门，命令道：“你先下去。”随即声色如常，扬声道：“路上捡了个妮子，你帮我看好，这小东西不是什么省油的灯。”他打的主意是引阿晨到我这边，阿晨却也没动，靠着车门嬉笑道：“就是这家伙骗你我是死人啊，年纪轻轻有手有脚，怎么干坑蒙拐骗的行当？”他咔嗒2声，来，让他下来蹦跶2圈，我看他能逃到哪儿去。我不愿意蹦跶，场面一时僵持住。老张认命地打开车门，慢吞吞立到门边。阿晨试图搭老张的肩，却被老张哆嗦避开。他挑起眉：“嘿兄弟，你今天怎么有点不对劲？你不会信了那丫头的鬼话吧？他就是见逃不掉了，想挑起我们内讧。”老张扯出一个难看的笑，视线却不自觉落在阿晨胸口的白斑。怎么会？哪有死人还能站着聊天的？哈哈，是啊。阿晨也跟着笑，脸颊的肌肉一荡一荡的，瞳孔不透光线。忽的，他俯身压低声线：“老张啊，你为什么老盯着我的胸口看？”我扭头转过视线，老张慌张与我对视一眼，尬笑2声，连忙解释道：“我之前在网上查了个滴状色素什么症，我瞧着你这也挺像的。”说完，老张趁此机会垂下眼皮，明目张胆地观察那几块白斑，却不料阿晨哈哈笑了2声，伸手拽过老张，胳膊强行搭上他肩膀，另一手则是扯低衬衫，隔空指了指那3块白斑：“你说这个呀？”他语气轻松，似是完全不放在心上。我忽然有种不祥的预感，只见下一秒，阿晨用手背轻描淡写地蹭了蹭那几块白色区域，颜料被蹭到手背上，胸口的皮肤恢复原有的色泽，跟上个任务目标打架时候蹭了点油漆。什么色素症？你别是被谁给忽悠了？没花钱吧？他捶了下老张的胸口，表现出正常兄弟之间的担忧。我心下一沉，糟糕，真是糙了。老张明显大松口气，肌肉都松弛下来，指桑骂槐道：“妈的，差点就被无良医生骗了。现在这些人说话都一套一套的，没点文化还真不行。”他转向我的眼神幽深凶狠，咬字慢而重。我沉默低头，手腕上的绳子粗糙，系得很紧，不像是能挣扎开的样子。车门外，老张已经打开后备箱，重物落地声沉闷地传入耳中，随后是拍照声，紧接着2人当当啷啷拎出几把金属器械。就埋这儿吧。嘿，这儿怎么也算个风水宝地了。妈的，等明天钱到账，我俩就润到国外去泡妞。我安静地坐在车内，毫无存在感，也不想有存在感。悉悉索索的一阵声音过后，2人忙完，老张靠在车门外掏出他的烟盒，阿晨也凑上去拿了一支烟，2人手搭着手借火，一副好兄弟做派。忽的，老张开口：“车里还有一个。”我呼吸加重，老张吐出一口烟雾，悠悠地道：“我带去林子里解决掉，那人有点邪性，留着过夜我不放心。”阿晨说了什么我没听见。紧接着，只见副驾驶的车门被拉开，是老张，手里拿着一把斧头，刀刃锋利染血，一口黄牙冲我咧开：“妹子对不住，车里不能弄脏，换个地儿送你上路。”一股巨力从头发袭来，拉扯头皮，我踉跄地被提溜着下了车。阿晨留在原地，看着我被越拖越远，轻轻地笑了。老张力壮，拎着斧头拖着我也毫不费力，边走嘴里边骂骂咧咧：“他妈的，骗老子好玩吗？看老子等会儿怎么收拾你！会点心理学就装神弄鬼，我和兄弟10多年的交情能被你离间？”大约走了100多米，绕过好几个弯，周围全是茂密乔木遮盖。老张将我扔在树干上，警惕地扫视四周。我腿上没力气，背靠着树径直滑下，瘫软喘气。还没缓过来，头顶银光乍闪，斧头被高高举起，倏然落下。噔，我手腕上的绳子应声而断，砰的一声紧随其后。老张壮硕的身躯蜷缩成一团，膝盖一弯，竟是朝着我直接原地跪下：“大师，求求你救救我，我不能死啊！我赚了那么多钱还没花完。”他哭得涕泗横流。我揉揉手腕，长呼一口气：“又耽搁一段时间，你手臂上的湿度虫卵可等不了那么久，棺材里压了几千年，都急着见光呢。”老张连连点头，一把鼻涕一把泪：“大师你别说，我真感觉手臂上痒痒的，该怎么办啊？大师，求求您救我一命，我在泰国给您立长生牌位。”他加快磕头的速度。湿度虫卵靠近母虫是会躁动些。我慢吞吞道：“你现在怎么又信我了？”老张没立刻回答，他向我伸出手，刚刚干完脏活，粗糙大手上满是汗液与灰尘的泥泞。我是一出汗的体质，干了活手心就跟洗了手一样。刚刚我给阿晨点烟，手心按着他的手背，他皮肤下面分明是有东西在蠕动，一拱一拱的活物，根本不是肌肉的触感，就像我们老家那块的鼻涕虫一样。我轻笑，正常情况下，湿度成虫是不会蠕动的，但你手心有汗，汗液也是水。不过水不能解决你身上虫卵的问题。
湿度虫卵会吸干你的血液，为成虫创造干燥环境。要想杀灭虫卵，必须弄死你兄弟体内的母虫，母虫一死，虫卵就会陷入休眠，1周内就会从体内排出去。老张已经信我，大师，母虫会在哪呢？母虫会在最安全的地方，同时又需要有足够的营养供应，很大的概率是在你兄弟的头颅内。我道，你让我劈开阿晨的头，那他肯定活不成了。老张惊愕，我纠正，他已经死了。你应该考虑的是死一个人，还是死2个人的问题。他捏紧斧子，深深呼出口浊气，心下似乎有了决断。恰在此时，嘎吱是树枝被踩断的声音。老张警惕地回头，阿晨弓着腰从交错的树木横之中现身。你怎么磨磨唧唧的？出去一趟干活正不利落了。站住！老张喊道。阿晨脚步停下，怎么了吗？你背后拿的什么？哦，这个呀，我给你拿的铲子，这不是怕你没工具挖洞吗？在阿晨出示铲子的一瞬间，老张眸光一紧，骤然发难，挥着斧子朝着阿晨的方向纵劈下去。断裂的树枝向四周飞射，斧子擦着阿晨的手臂，嵌入黑黝黝的树干，飞溅出细小的木屑。老张手臂一用力，拔出卡住的斧头。老张，你疯了！你是不是中邪了？阿晨一边躲避一边嘶吼，转而又目眦欲裂的扭头盯着我，挥起铲子。他妈的，是不是这个女的给你下蛊了？她没给我下蛊，你倒是在我身上下卵了。老张沉沉喘口气，斧子破开空气，道道斩向阿晨的脖颈、头颅，是致命的招数。我默默退开3步的距离，谁知阿晨一个猛子扑向我的脚下，拦在我的去路，又反身一脚将失去重心的老张撂倒，翻身压上去。他让你和我兄弟自相残杀，你就信？别忘了和客户联系的是我，我要是死了，你1分钱拿不到。阿晨抬头盯向我的眼神淬毒，恨不得将我扒皮吃肉。老张动作一顿，像是被说动了几分。阿晨乘胜追击，我俩现在打得热火朝天，他等会儿跑出去报警，我们都得死。老张，你脑子清醒一点。老子很清醒。老张怒吼，臂膀上肌肉绷起，反身把阿晨掀翻在地，膝盖压着他的腿部碾在地上，同时肘部摁住脆弱的脖颈。胜负已分。阿晨半张脸被按在地上动弹不得，伸出的右手却紧紧抓着我的脚腕。老张，我们可是过命的交情，你别信那些挑拨离间。他声音嘶哑。老张胸膛起伏，面上阴晴不定。我试图抽了抽被握住的脚腕，阿晨抓得很紧，他们的呼吸声此起彼伏，都很沉重。我们3人僵持不动，倒是真像一条绳上的蚂蚱。突然，老张浑浊的3白眼锁定我，扯出一个阴沉的笑。妹子，你愿意帮哥一个忙吗？我知道你们这行都信什么生死轮回，我兄弟要是已经死了，你替我杀了他脑子里的母虫，也是为我积德，拯救一条人命。要是我兄弟活着，那你就是手染鲜血，身犯命案，你们这行就忌讳这个吧？那倒也不是，就恶人可不会积德，搞不好还得亏损功德进去。我暗暗心道。老张自顾自往下说，从头到尾都是你在说，我在听，世上最难分辨的就是半真半假。你要是骗我，我承认你的心理暗示有点技术，我兄弟搭在你手里，我会给他报仇。你要是没骗我，这一趟之后我不杀你，让你自己下山。那张脸上虚伪地露出做慈善的表情，多么公平的交易。另外，我不知道感染虫卵的条件是什么，成熟的触发机制又是什么，但你只要砍了阿晨，肯定也逃不开。到时候我俩的命可就拴在一起了。老张咧开黄牙，慢慢地冲我笑。你倒是真不蠢。我明褒暗贬地道。老张嘿嘿2声，不以为耻反以为荣，行行出状元，干我们这行的可不能没有脑子。他用先前绑我的绳子将阿晨捆起来，又把斧子递给我，自己则是退到一个安全距离，隔空冲我喊道：动手吧，晚上风也挺大。我拿着斧子没动。他催促我：妹子你快点，你要是下不去手，我可就要怀疑你的动机了。阿晨放弃挣扎，似乎是有点缺氧，但抓着我的手还没松。我双手拎着斧子缓缓举起，唇角勾起笑。蠢东西。凌晨3点，我报了案，警察将我带入审讯室。姓名：江子秋。2个警察坐在我对面，头顶上方有一个监控，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屏幕后观看。根据你的证词，张石磊和陈瑞阳是因为分赃不均打了起来，是吗？是的。我道。但是说不通啊，他们为什么不先解决你再分赃？他们打了多久？你当时又在干什么？我说我什么也没干，寻到机会就跑了。哈。那警察微眯着眼睛，短促地发出质疑。张石磊和陈瑞阳都死了，你说你什么都没干？是啊。我面不改色。另一位不出声的警察忽然一拍桌子，厉声喝道：还在撒谎！你什么也没干，腿上为什么会有斧头所致的伤痕？这说明他俩打斗的时候，你不仅在场，还挨得很近。江子秋，防卫过当不是重罪，但你一再隐瞒，我有理由怀疑你是他俩的同伙，借着他俩的死顺利脱罪。我身子后仰，平静回话：斧子是张石磊递给我的，我没拿稳，伤到了自己。
你会这么蠢？我哽了一下，斩钉截铁道：偶尔会。两个警察一刚一柔，见威逼不出结果，另一个警察又接过话：江子秋，我们不是故意逼你。但犯案现场，两个起内讧的嫌疑人，一个头颅破裂，只剩层皮，内脏全部消失；另一个看着完整，实则血液却全被放干。不管怎么内讧，总该活下来一个，怎么可能两个都死相凄惨？你这样的说辞，我们不好向上头交差呀。我无辜耸肩，可我说的都是实话。他们打起来的时候，我都跑到山坡下了。啊，对，那个后备箱里的人可以作证，我和老张真的不认识。他作证个屁！唱红脸的警察爆了粗口，他还在医院里躺着呢，脑子都不清楚，做什么证？我无奈摇摇头，一副既然这样，那也没办法的表情。警察的耳麦冒出滋滋电流声，似乎有人在说话。他敛起神情，再次质问：他俩死亡时的场景，你就一点没看见？有没有其他人在场？你放心大胆地说，我们会保证你的安全，不用担心被报复。叔叔，我只是一个小女孩。是你会在这个时候看热闹？当然赶紧跑才是正常的反应啊。他噎住。一轮审讯结束，严格意义上24小时已到，他们没理由再扣押我。扣，外头有人敲门。审队特殊事件处理局打来电话，这案子他们接手了，让我们赶紧转交人证物证。被叫做审队的人低声骂了一句，不情不愿地喊道：知道了。我直起腰，乖巧地问道：可以走了吧？最好别再落我手里。审队敛下眼皮，不耐烦地冲我摆手。走出审讯室，我绷紧的神经才放松下来。我没对警察撒谎，所说的话句句属实，只除了一句，腿上的伤痕是我故意划的。新鲜的血液顺着小腿流淌而下，烫得阿晨松开了手，成虫聚水。与此同时，阿晨眼眶内的幼虫淅沥沥往下掉，乳白肥胖的身躯在聚成一滩的血液里蠕动，黑色的瞳孔是它们尾巴间的颜色。我扔了斧头，捂着伤口往后退，没让阿晨的皮肤破损，幼虫不会冲着我来。阿晨瘦如骷髅的手抓到了斧头，皮内的身躯一圈圈蠕动，绳子像有意识一般从他身上滑落。黑黢黢的眼眶倏然转动，对准的是老张所在的方向。他四肢着地，已经放弃模仿人的走路形态，像蛇爬行似的窜得飞快。老张捞起铲子紧紧攥住，眸光阴冷，转眼间攻守一势。剩下的就像我所说，我趁机逃跑，顺着山坡往下滚，在一个有信号的角落报了警。警察的人先是按照我说的方向找到了后备箱里的受害人。老张没买好，也是这人命大，竟然还有半口气。再回到山顶，老张已经死了。我对老张说的话大部分都是真的，也只有一句假话。母虫在阿晨头颅里，湿度的母虫一向藏得最深，这种生物又极其罕见，我根本不知道母虫会在哪里。就算知道在哪儿，告诉了老张，他从面相上看就是卸磨杀驴的人，怎么会轻易放过我？无非是先解决阿晨，随后解决我。他嘴上说着兄弟情深，其实根本不在乎阿晨的命。不然怎么会让我拿斧子去试探阿晨？只不过是担心我告诉他的救命方法有假罢了。头颅水分含量高，又有营养，因此母虫不一定在颅骨内，但幼虫和虫卵一定在。老张劈开阿晨的头颅，涌流而出的必定是白茫茫的湿度幼虫以及细小的虫卵。只要老张身上有伤，虫卵就会拼命吸食他的血液，而不受伤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他在加速自己的死亡。宿主破损的湿度也需要一张新的皮。当然谁输谁赢对我来说不重要，只要他俩打起来，我就能跑。不过对于老张，不管输赢都是必死的局，谁让他敢拿烟头烫我？安全局接收了老张的尸体，接下来的工作会有特殊人士对他进行处理。我雇了个司机，现在出行都有专人接送。同时，我的算命小摊也越来越红火，甚至被邀请上一档恋综。女二命犯红艳煞，得多小心身边的人啊！男一对女三有意思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怎么可能？男一的面相一看就是 gay 啊，对男二有意思还差不多。不好意思，男一是当红小生吗？啊，还没出柜是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我在网上被黑出圈，男一的女友粉天天来骂我搞封建迷信，直到女二被曝与知名男星恋爱，同时该男星被挖出在圈外早已结婚，有一子一女，而男一和男二在酒店下被拍到亲密接吻照，八卦新闻满天飞，所有人清一色改口叫我大师，找我算命的人越来越多。直至最近，我发现一件怪事。你说连着3个姐妹来找你算命，都是7天内死亡的命数？我师傅皱眉，我扫眉搭眼，是呀，都是本地医院的护士。师傅，我是不是出毛病了呀？我都遵守规矩的，不该说的一句没说，只稍作点拨而已。我师傅叹口气，可能是一起遇到车祸，这种事情也是正常的。当时地震那会儿，我也怀疑过自己，后来才知道是地震。听完我师傅的话，我点点头，仍觉得有些心里发慌。总觉得有哪里被忽略了，直到那天在街上遇到沈队，他看见我还是不高兴的嘴脸，
气鼓鼓像河豚，浓眉翘到天上去。我突然灵光一闪，你给那个后备箱里的人做笔录了吗？都交给特事局了呀。他道。后备箱里的人叫崔鑫，老张和他争斗期间，后背被他挠了一道口子。他也伤害过湿度的宿主，因此身上也存在湿度虫卵。也许是在埋尸体时，母虫趁机从阿晨体内钻了进去，所以从始至终，阿晨体内根本不可能找到母虫。而崔鑫早就该死了，体内的母虫替他吊着命，直到瞒过医院的检查，才开始大范围繁殖。他在医院里住了半个月，前后后有4个护士替他扎过针，扎针也算破坏宿主的身体，会被虫卵寄生。而其中3人恰好都是好姐妹，抢到我的号立马约着一起来算命，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。特殊事件处理局的高层亲自来我家道谢，江大师，这次都是我们的疏忽，差点造成大事件。他挺着啤酒肚不停抹汗，底下的人都以为母虫肯定已经被烧死了，谁能想到那玩意儿这么机灵，选了个最隐蔽的人身上待着，幸好发现的及时啊。他一阵后怕，我也有些心有余悸，是啊，也是我做事不够谨慎，幸好没有人员伤亡，那也是4条人命呢。何止啊，大师您不知道，医院会定期献血，那几个护士前几天都刚刚献过血，要是没及时发现，那我这职位可就不保了，搞不好还得进去呢。他越说脸越白，连声夸我是他的福星。这次应该都处理干净了吧？当然，处理了崔鑫之后，其余人身上的白点都消失了，其他相关人员也全部排查了一遍，这次肯定不会出问题了。啤酒肚掏出面锦旗塞给我，上书3好市民。接过锦旗的同时，一缕金光没入我的眉心，是功德金光。我眼住喜悦，将啤酒肚送到门口，道：有人来接你，我就不远送了。啤酒肚诧异的四处望，门口没人啊，大师你这题也能算出来？我望着门口佝偻的老妇，我好像能看见鬼了。